got me down again. 去年5月，我从新宿搭乘了东武日光号，前往了日光。这班东武日光线的电车，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，不管是从配色，还是里面的装潢，甚至座椅和窗户，还有他们的桌子，整个氛围都非常的典雅。一上车就让我感觉到很放松，也非常喜欢这班列车。它的底下是可以放鞋子，然后如果你要拆的话，你就是鞋子摆下面，然后脱鞋子，就可以踩上来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桌子。就是给你吃东西用的。然后还有阅读灯。新鹿沼11時6分。この下は全線受付の特急列車です。お手持ちのして。当列車驶离东京市区的时候，窗外的风景逐渐变得宁静宜人，整个旅程仿佛就是像一场远足一样，背着一个背包，准备要去前往一个未知的地方探险。一到东武日光车站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可爱的电车。虽然我不懂这些火车的型号，但是光是纯欣赏就觉得他们设计的真的好漂亮，也好可爱哦。好的，各位，我现在人在日光车站了。Tobuniko Station， 然后呢，我现在要等这个巴士，然后我要先去走这一条，我要去日光三轮王寺跟日光东照宫、Toshoku，然后还有这个日光二荒山神社。那我这边拍完之后呢，参观完之后呢，我可能还会想去这个新橋神桥，就是很漂亮的一座红色的桥。然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可爱的火车模型？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东武日光车站。这边很可爱，对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等12点的公车，然后我就在附近稍微晃一下。好的，各位，我现在在东照宫站下车了。然后你一下车，你走出来就会看到这个有个停车场，那它就有招牌写着东照宫正门，徒步3分钟。哇，这感觉就很有气氛。那我现在就来带各位徒步走上去东照宫看看吧。你在上山之前，这边山下还有一个
上岛咖啡店，这里就是登山口喽。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东照宫的历史啦。东照宫是供奉德川家康的神社，拥有悠久的历史。它坐落在一片幽静的森林中，环境非常静谧。东照宫的建筑风格也非常华丽哦，主要由阳明门、三元雕刻以及绵猫等著名元素组成。它这里除了东照宫之外啊，你在去东照宫的路上，还会经过很多的遗迹跟遗产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就是要参观东照宫的地方了。那它其实是要买票才能进场的。可以刷西瓜卡，所以没有带现金的话，用手机刷西瓜卡也可以买票。OK， 那我买到票了，大人一张是日币1300，那它还有可以加博物馆的，就是2100。那我是只有买东照宫的参观券。东照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，那个时候德川家康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将领，他建立了德川幕府，开创了长达260年的江户时代。他在1616年去世之后，根据他的遗愿，把他的遗骨安葬于这个神社，所以东照宫是为了纪念和供奉这位伟大的将军而建造的。神社的建立始于1617年。当时由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秀忠下令兴建，建设的工作由著名的建筑师和工匠设计，并于1636年完成。东照宫是以家康的灵魂为主题的神社，它的华丽设计和精致工艺都体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和技术水平哦。那这里就是好像有工作人员会帮你拍照，然后如果你要跟他买照片的话，就是要花一笔费用，这样蛮特别的。对，它有一个牌子，然后就是跟这个东照宫合照。这是东照宫最著名的建筑之一，也是神社的主入口，就是阳明门。阳明门以其华丽的雕刻而闻名，门上的装饰充满了吉祥的象征，例如龙、凤凰和狮子。你还能看到著名的绵猫雕刻，这是一只看似在打瞌睡的猫，但它其实象征着平静与智慧哦，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个绵猫的玉手。日光东照宫的平安符，这样。那说到御守方面啊，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护身符，包括健康御守、学业成就御守等等，每一种御守都有它独特的祝福哦。
走去这个神桥的路上，然后其实沿途都非常漂亮。安养院呢？哇，安养院也太漂亮了吧！它这里呀、有卖吃的，杂货店。从这里走下来就会看到神桥啦。我们先带大家到另外一边看过去。然后想象秋天的时候，后面这一整排绿色的枫叶都会是红色的。那我现在拍完神桥了，我想要过去看一下，上去到底要花多少钱？还行欸，才300块。神桥是一座横跨在汤川上的红色木桥，它的显眼红色与周围的绿意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座桥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是东照宫的参拜通道之一。神桥也同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，也是很多人慕名来拍摄风景照片的好地方哦。来，我们就来开运一下吧。现在呢，我就是要往吃饭的地方去。我有找好一家叫汤坡御膳，对，那它就是在卖豆皮料理的店。那好像日光盛产的就是豆皮，所以我们就来去尝尝看日光的豆皮料理是如何吧。结束了简单的东武日光一日游呢，那我就来吃吃看他们这里当地很有名的豆皮创意料理餐厅。这家餐厅的食材都是以豆皮为主哦，可以品尝到各式豆皮制作的精致菜肴，像是豆皮卷啊、豆皮汤啊，很有那种小食堂的感觉。整体吃下来，我觉得味道蛮独特的，会让人印象深刻。不管你喜不喜欢吃豆皮，我觉得应该都会喜欢吃这道料理，因为它透过很多佐料，还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味道，把它和豆皮融在一起，用不同的料理方式去呈现，我真的觉得很值得一试啊。最后，希望这一趟东武日光一日游能够让你初步的了解东武日光这个地方。当你下次去到日本的时候，不仅仅只是待在东京玩，你也可以买 Tokyo Y Pass， 然后透过这个电车前往东武日光，那去参观他们当地的一些景点，不管是东照宫还是这个神桥，那甚至还有其他更多你可以去的地方。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适合，不管你是一个人，还是带着你的家人、长辈，或是跟你的朋友一起来这里走走，去感受这个日本当地才有的文化。那这一集简单的一日游分享就到这边啦，那记得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平文，我们下次见。Honestly, I can't remember if you love me. Or maybe I'm just feeling lonely, I don't know.